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普惠中医，我是子墨。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病的治疗思路。这是西医的命名，中医里呢主要是根据你的症状来对症调理。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咳嗽、咳痰。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，方便你们呢好理解一些。它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有一位62岁的朋友咳嗽，并且呢咳出白痰，已经有3年了，颜色比较清晰，以前在医院诊断过，说是慢性支气管炎。他吃了很多药，但一直呢反反复复的，他的舌头颜色比较淡，而且特别怕冷，说明他长期生病，身体比较虚，而且呢是阳虚，他的舌苔上有一层白苔很厚，这就是痰湿的表现。还用了7味药，是小青龙汤再加了一些附子组成的，有这个麻黄12克、桂枝、干姜、法半夏各10克、细辛3克、甘草6克，还有炮附子。因为它不但咳嗽，而且呢还阳虚，附子温阳的效果很好。但是它有一定毒性，我就不在这里说具体用量了，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。这里面的麻黄呢是用来宣肺的，干姜除了能够温中健脾，又能够温肺化痰，半夏是化痰的，细辛呢能够散寒，也可以温肺化痰。但咳黄痰或者是黄绿色的痰就不适合用这个方子了。从这个方子就可以看出来，我们治疗慢性支气管炎主要就是宣肺和健脾。宣肺的目的呢，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呼吸顺畅，同时清理肺，让肺将痰排出去。健脾主要就是为了促进这个脾运化水液的功能，能够从根源上断绝痰的来源。那咳嗽咳痰又和肺与脾有什么关系呢？肺是负责呼吸功能的，它在身体水液的代谢中也有一定的作用。如果我们呼吸不顺畅，这个水液呢就不能正常代谢了，就会咳嗽，甚至是水液堆积生成痰。但是我们吃的食物水谷都是先通过食管到胃里，然后蒸熟，脾再负责运出去。那要是运化慢了，或者是不运化了，就会留在脾胃里面生痰生湿。所以呢，脾是生痰的地方，呼吸顺畅了，脾能够正常运化了，咳嗽咳痰自然也就不存在了。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人呢可以点赞，顺便转发收藏一下，有健康问题呢也可以私信我帮你辩证分析一下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